在接下来20分钟呢，我想我们来谈一谈现在台湾有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侯友宜现象。最近呢，在各项民调当中呢，我们看到侯友宜都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侯友宜是谁呢？他是新北市的市长，而新北市呢，说实话是现在呢台湾疫情的一个重灾区哦。怎么调查？从5月11号到现在为止，每天他的确诊数呢都是全台湾最高的。那这个部分呢，感觉上有点有违常理。照理说呢，你这个新北市这么惨，这个首长的民调各方面的支持度呢会往下掉。确实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苹果日报在6月4号有一个这个即时民调，说47%的这个民众呢认为新北市的防疫非常不满意啊。但除了这个苹果的民调之外，我们看到几乎在这个所有5月，特别是5月下旬的民调当中呢，侯友宜都是拔得头筹哈，包括他个人的这个民调等等哈，包括10大什么台湾的领袖排行榜啊等等，他都是稳居第一。我想先请教赖老师来谈一下哈，重灾区出英雄这件事情呢很特别，有违常理哈，在全世界来讲不太符合。当然啦，我觉得也跟侯友宜的硬汉形象有关，他过去就是给大家英雄的形象。是的，因为这个民调我们目前来讲比较着重在5月，那6月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有一些变化。那但是产生的变化，侯友宜的变化并不大，对哦，但是柯文哲的变化很大。对，侯友宜不是第一就第二，但他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侯友宜大概在1、2之间，那柯文哲目前来讲已经开始超越侯友宜，而且在网络声量方面啊，他已经比侯友宜多了1倍。但我们为什么此刻特别关心侯友宜？主要是因为明年他要选，是明年2022他要选。那么柯文哲他已经2任到头了，是的，他明年他不选，当然啦，他很可能在2024的队伍当中啦。对。但是2024呢，距离现在还太遥远，所以现在他的民调呢，对于2024，我觉得不太会有一些决定性的影响。对柯文哲来说的话，他的战略布局是，如果说他的民调一直维持这么的高，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他不能选了，对不对？可是他所属意的候选人，例如说黄珊珊啊，或者是谁，把台北市继续稳下来，就柯文哲代理人的身份对，那也就是台北市如果继续是民众党的，是，而柯文哲是民众党的主席，那台北市是民众党的话，他们本身会跟柯文哲本身就会产生连结，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柯文哲就可以立于台北市这个基地，再加上在其他的县市的议员如果有获得一席之地，或是里长或是乡镇长有获得一席之地的话乡镇长现在没有了那他如果能够获得一席之地的话，他本身就可以借由这个基础去攻打这个2024年。对，我想这是柯文哲的战略。但是我们先把柯文哲放在一边，我们先谈侯友宜。您刚问的问题，侯友宜是这样子哦，侯友宜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他就一直感觉不太对。对。那他就一直认为说，新北400多万人口密集，而且是移民的一个地方，移工多，移民多，外籍的人士也多，然后这个人口数也多，然后又是密集，然后它的辖区又很大，他一直很担忧，他就一直觉得应该要真正的超前部署。对，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进行一个预备方案，也就是最严格的封城的演练等等，全部都被打脸了。对，是被陈时中打脸，被民进党的打脸，被民进党的新北市的立委也就是新北市的立法部门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打脸了侯友宜，猛打猛攻。侯友宜一直到最近到最近我听到一段话，其实我不只是帮侯友宜，我帮新北市民觉得蛮心酸的。对，因为这个新北市的疫苗打得很快嘛对，就侯友宜那天讲，他说我新北市呢现在疫苗一支不剩了，请中央呢再多分配一点来。对，结果你知道当天苏贞昌说什么吗？当天苏贞昌讲，他说等台湾的自产疫苗解盲再说。你知道，就我如果是新北市市民的话，我听了真的是蛮寒心的了。对，非常心酸。所以你想想看，当侯友宜面对民进党无情的攻击的时候，那段时间他真的是灰头土脸。但是当疫情一爆发，台湾的民众很快就知道责任不在侯友宜。因为责任就是在民进党。为什么？因为谁造成这么大的破口？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侯友宜马上主张要进行广筛，对，还是不准，对，然后要设站筛也不准，这样的情形，你看看，台湾的民众就很清楚是非道理了，就知道说责任不在侯友宜，而是在陈时中跟苏贞昌们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在5月份
的时候，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一直这么高，其实到6月，他的民调支持度还是这么高的话，对，我觉得跟他本身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态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我们花点时间稍微讲一下新北的疫情哈，稍后来回到侯友宜跟柯文哲之间。新北市呢，这个侯友宜之前讲了一句话，我听了有点吓一跳。他说是新北市呢验出了无症状的确诊者大概有800多人哈。无症状的确诊者，这也就证明了这个侯友宜，他可以说是各县市首长当中，我觉得对于筛检最积极的啊。他现在跟大家讲啊，我新北我不怕数字高，对，因为说实在的，很多县市大家怀疑了啊，不太愿意主动的去筛检，是因为担心数字出来之后不好看，会影响到首长的民调。事实上，陈时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嘛，所以陈时中之前对于快筛呢，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松口。彰化他就不愿意做一个，对，之前还被他罚嘛，对不对？所以陈时中很多首长的想法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了哈，筛越多我越倒霉，那我何必呢？但侯友宜说呢，他说他不怕数字高，就怕你不筛。反正呢，从5月11号到现在，他每天都是第1名，每天都是确诊第1名哦，所以他铁了心去筛哦，大概每天筛到3、4千，就果然是有些效果。他已经抓到了500多个这个确诊无症状的嘛，那无症状你一定要赶快隔离呀哈。但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到现在为止，这方面是不处理，它基本上是不处理。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同仁哦，前2天大家还在讨论，到底台湾筛检的制度是什么？很清楚吗？哈，如果你今天假设你住在彰化，你住在云林，你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今天想筛检，你可以去哪里筛？对，到底要不要钱？我能不能筛？哈，对，我们真的有打电话到一个县市的卫生局，我先不讲哪个县市哈，那个县市的卫生局还真的一问。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问他要不要钱，他跟我们的记者讲，他说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问一问。然后我们记者说，我好像有一点点喉咙痒痒的，我符不符合资格？他说，你要去到现场，让现场的医事人员跟你说，我不敢去现场啊，现场不是有群聚的风险吗？是。还有你告诉我多少钱，他也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们的同仁说，我经济能力也没有很好，你如果跟我说800，我可能就不筛了嘛，对不对？你跟我说50块钱，我可能就筛，免费我可能马上就去了。但是这个卫生局的人员呢，一问3不知啊，是，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也很傻眼。但是新北呢，算是筛的算是比较积极的。那虽然积极又怎样？它的确诊数最多，但之前它的疫苗分配还不如高雄。高雄的确诊数才一点点，你看新北市这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确实让侯友宜在民调上有加分，因为这是委屈的分数啊，哈，对，被打压的分数啊等等。但是侯友宜哦，我想可能海外的朋友不太了解，台湾的民众对他有好感。是因为呢，他基层警察出身，对，基层出身啊，没有家世啊，这个不算是权贵，他也出身像过去呢有硬汉的形象，而且呢，台湾在这个1992年发生一个很重大的健康幼稚园的这个娃娃车的火烧车事件，车上呢一车的孩子，包括老师都烧死了，那么侯友宜的独生子也在上面啊，但是我们看到侯友宜对于这件事情呢，他应该是伤痛隐藏在心里，他不太公开去谈论了。但是他主政之后呢，他对于新北市的娃娃车的体检是特别的严格，这点呢都让大家对他的好感是加分。而且最近呢，他新北市做出了一些防疫地图，记不记得我们台湾有校正回归？对，到底回归到哪里去了？谁记得？校正呢不知道，但新北市呢还真的做了一张图，我有仔细看啊，我也觉得不得不佩服。他把呢陈时中每天给他的校正数字一个一个的叠下去，拉回去，你就会发现哦，某一天原来新北的确诊都不是100多，是200多，一下飙到这么高，所以他真的给大家用这个魔绣花针的这种功夫哈，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新北的一个原貌。我觉得将来对于新北的疫调来讲，因为这是科学的嘛，会有帮助哦。但我觉得刚刚这个赖老师讲的一个观点非常的有趣，就是把柯文哲的因素拉下来看，在整个5月的时候呢，侯友宜的民调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到了6月呢，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但当然了，侯友宜都还是在第2名。对的，在这个所谓的10大领袖排行榜当中呢，他也稳居第1哦。是，当然这个卢秀燕呢是唯一的女性哈。我今天来稍微这个寻思一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侯友宜他现在变成蓝营的人气王了，但是呢，他跟国民党的关系哈有点近又不是这么近，为什么？侯友宜比较特殊了哦，因为他也曾经在这个，他是受到陈水扁提拔的，对。他受陈水扁提拔，所以他跟绿营的关系也很深。国民党的很多人对他的信任度也不是很高，他对国民党的信任度也没有很高，但是他现在批的是蓝营的。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当初被延揽去当副县长的时候，就是因为加入蓝营里面了，所以他等于是蓝营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跟蓝营的这个政治人物的人脉也没有很深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所以对于侯友宜来说的话，我觉得未来变数还蛮大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侯友宜比较 local 了，就比较地方性，比较地方因为警察嘛，就是负责内部的治安的，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就是说当县长，我觉得当市长，我觉得这问题就不大。对。可是如果侯友宜是有寄望于2024年，假设他明年连任了，我想他连任目前来讲没有什么悬念了。一般来讲，大家对于这个侯友宜连任的悬念都不大。那他连任的时候，那就会面临2个问题，就是2024他要提前出来，还是要等到2028，就是2个选项嘛。哎，这个我就要问一下赖老师哈。所以哈，虽然他跟柯文哲之间，我们看到这个生涯规划不太一样嘛，有点一样了。对，因为柯文哲就是明年已经做完了嘛。虽然你讲黄珊珊政治代理人等等可以延续他的一个生命等等，但是他。就算是延续他的生命，我想黄珊珊如果上了，他也希望能够走自己的路啦。我相信是如此哦。虽然是在这个民众党里面，但是也许2个人未来会不会终须一战，会不会有一些余浪情节？我就想到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民进党成功罢掉韩国瑜之后，民进党这个欢声鼓舞嘛，士气很高嘛，当时大家就开玩笑说要找一个下一个罢免的对象，柯文哲呢就笑着说：“我推荐侯友宜。”对，当时大家当笑话讲哈，但这个东西呢也稍微透露出了一点心结。还有你记不记得，因为这个侯友宜哦，之前民调非常非常高，那柯文哲呢，当然他不是针对侯友宜讲啦，但他针对很多民调，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民调都买的，好都买的。那买的他讲谁呢？虽然没有点名侯友宜，记者哈马上就去问侯友宜。那侯友宜当然讲的也不痛不痒，他说就把这个把柯文哲这句话当成啄木鸟哈，把新北市不好的东西啄出来。您刚看哈，侯友宜的连任是没有悬念，在明年哈做了一份民调，如果呢他对上陈时中的话哈，那么他赢陈时中2倍。对，他如果对上林佳龙的话，他赢林佳龙3倍啊哈，所以他是没有悬念的。对。但也因此呢，民进党会不会对他松手？虽然哈，目前看出来他是手下这个是拔剑四顾啊哈，没有敌手，但民进党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听说现在民进党有个诸侯计划。有，他们就是如果侯友宜上来就拉柯打侯，如果柯文哲上来就拉侯打柯，然后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柯跟侯自相残杀，产生矛盾，然后把矛盾再扩大。但是无论如何，民进党就是躲在后面，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侯友宜民调很高的时候，他就每天在捧这个柯文哲，然后一直修理那个侯友宜。对。可是等到柯文哲上来以后，你看他就开始在捧那个侯友宜，修理这个柯文哲。很快的，民进党的这个手法就被看破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你就拉一派打一派嘛。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法。不过我觉得影响已经不大了，对于侯友宜的影响不大，所以我觉得到明年的选举来讲，除非有重大的意外事故发生，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事故，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侯友宜连任的可能性真的是，我用没有悬念啊，用这几个字。我觉得就跟卢秀燕一样，我要讲一下卢秀燕。我觉得她也没有悬念，因为卢秀燕目前来讲获得，因为我觉得卢秀燕是采用是先把基层打稳，所以刚开始你看她民调不会拉得很高，然后很低调，但是开始把这个基层打得很稳了以后，你看她现在的民调一直往上走，而且那个民调往上走是很稳的。因为我们是研究政治的人，我们就会非常注意到民调是上下起伏大的，还是很稳，一直往上爬的。我觉得这个很稳，一直往上爬，代表什么呢？它的声望的累积已经越来越扎实。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他们明年的悬念都不大。可是重点就在于，其实我还是觉得重点在于2024年。虽然您会觉得好远。所以2024哈，赖老师，您觉得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会终须一战吗？你怎么知道卢秀燕不应该出来呢？我们今天先跳过卢秀燕。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刚强调了，因为侯友宜的刻板印象太地方性了，就是他警察的这个印象太深了啊。第一个，所以一般来讲，对于他在处理国际问题、处理两岸的问题、处理涉外事务的问题，他没有展现出他的任何能量，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是空的。在经济方面，他也是空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经济、财政还有两岸涉外事务这些，它都是空的倾向。我如果是侯友宜本人，我如果连任，因为我想他应该会连任哦。对，就我如果连任，而我真的是有志于2024年，那放眼如果国民党推不出适当的人，而我会被众志成城，或是会这个顺势会被推上来的话，那我会在连任之后，我会请一群就是很顶尖的两岸事务跟这个涉外事务的专家，在我身边，而且是要非常贴身的。虽然我是地方的首长，但是我必须要有这一组人，而且不断的告诉我，不断的我要开始学习我要上课，我要一直学，然后我要开始对于涉外事务要不断的发表我的看法。这样的情形下，要用1-2年的时间，在台湾的民众里面打下这个深厚的基础。当然，他跟柯文哲各有优点，各有缺点。不过，像是这个沈富雄就觉得啦，他说以这个防疫来讲哈，他看到那个10大领袖排行榜，是他觉得第1名应该是柯文哲啊。对。虽然这个民调调出来是这个侯友宜，为什么呢？他讲一个导师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因为柯文哲的缺点可能就是优点，因为柯文哲常常失言啊，但他常就是这个话到嘴边就脱口而出，他的幕僚都非常的紧张。是，但是正是因为他失言，他随便乱讲，所以感觉上蛮接地气的。那么侯友宜呢，总是一板一眼啊。对，很多记者访问他回来，觉得找不到内容可以写，找不到这个标题，找不到重点，也不知道该怎么下笔。所以这个沈富雄觉得侯友宜虽然做的不错，但比较像机器人，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形，柯文哲的网络上的声量是侯友宜的1倍哎，对，这不得了啊！声量，这个也就是说，第1名是柯文哲，第2名是侯友宜，可是柯文哲的声量是侯友宜的1倍，确实，你看。而第3名是郑文灿，就有3%。柯文哲不管讲什么话都可以做头题，有没有？很好下标题，很好下标题，就是很有梗，然后新闻人员很容易就找到他要讲的重点在哪里，不管有争议的没争议的啊，但是有争议的也是新闻点啊，没争议的有梗也是新闻点，所以新闻人员很喜欢采访柯文哲，因为今天一定会有所收获。可是采访侯友宜回来以后，大家就坐在电脑桌想，我怎么落笔呢？我怎么下标题呢？然后呢，我下了，然后我送到编辑那边，编辑一看你这个你这一篇报道行吗？一出去的时候，哇，点阅率这么低，然后你滚动也滚不起来，然后就消失了。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是侯友宜要补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再强调一点。我觉得侯友宜跟柯文哲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柯文哲他有双城论坛哦，对，是台北跟上海的这个双城论坛，也就是说，在这个部分里面，使柯文哲在两岸的事务这个部分，在台湾的民众中，他有印象的哦，因为他主张的两岸一家亲的这个主张是被台湾跟大陆都能接受的，而且不要忘了，柯文哲是医生，而且原来是绿营的医生。绿营的医生谈两岸的问题，谈到两岸一家亲，你想想看，反对者不多的情形下，他在这一块又比侯友宜对，他是有加分，因为他的务实主义哦。他说我是急诊科的医师哈，急诊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先把病人的命救回来再说。对，所以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这也用在他现在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工作上。